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，我是小夏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好开心又可以和大家聊天啦。是啊，每次录节目都像是在和朋友聊天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其实挺贴近生活的。对，就是搬家。最近我就在搬家，忙得我头都大了。哈哈，搬家确实是件大事，要打包，要收拾，还要找车，真的是又累又乱。对呀，我这2天一直在打包衣服，箱子都快堆到天花板上了。你是从宿舍搬出去吗？对，我要搬去一个新的小公寓，离学校近一点，也可以自己做饭。哇，听起来很不错呀。那你搬家一定有很多要准备的东西吧？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打包、收拾、找房东、签合同，一堆事。对，这些词我们今天都可以一起聊一聊。比如搬家，其实就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。比如你原来住在宿舍，现在搬去公寓，这就叫搬家。对，大家可以一起学一下这个词，搬家。比如，我下个月要搬家。没错，那你这次搬家准备的顺利吗？也不太顺利。我发现我东西真的太多了，衣服、书、本子、锅、碗，收不完啊。我懂，搬家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少东西。有时候收着收着会觉得，哦，我怎么还有这个啊？对，我昨天还找到一个小学时候的笔记本，超好笑的。那真是回忆杀。其实搬家这件事有时候不只是换个地方住，也是把旧的生活整理一下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对，好像是这样。我虽然有点累，但也挺开心的。那我们今天就从搬家开始，一起聊聊搬家的那些事儿，也顺便学一些和搬家有关的中文词。那我们先从搬家前要做的准备开始说吧。哎，小夏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打包。对，打包真的太累了。那你现在打包到哪一步了？我把衣服和书都装进纸箱了，还在收拾厨房的东西，锅、碗、盘子，好多。说到这里，咱们可以教大家几个和打包有关的词。第一个就是打包，打包就是把东西装起来，准备搬走或者带走。对，比如你搬家的时候要打包衣服、打包书，还有，比如你去饭店吃饭吃不完，也可以说打包带走。没错，所以打包这个词很实用，不只是搬家时候用哦。那第二个词是纸箱，我家现在到处都是纸箱，走到哪儿都能踢到一个。哈哈，纸箱就是纸做的箱子，可以放很多东西。搬家的时候最常见了。对，尤其是衣服多的时候，一个箱子根本不够用。那你现在自己打包，还是找人帮你？我请了搬家公司，他们来帮我搬，也有大卡车可以运。搬家公司就是专门帮别人搬家的公司，他们会来你家，把你的东西搬上车，再搬到新家。是的，他们超级快，我原来以为要一整天，结果他们3小时就搬完了。哇，那真是高效率。你知道吗？有的人不找搬家公司，自己搬，累得不行，尤其是住在高楼还没有电梯的时候。天哪，那太辛苦了，我现在就住6楼，要是没有电梯，我估计直接不搬了。哈哈，对，那你要感谢电梯。电梯就是那种上下移动的机器，可以带人上楼下楼。这个词挺好懂的。那我问你，小夏，你上次搬家的时候，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事情？有啊，我记得那次我也是自己打包，结果我把锅和碗放在一起，到了新家一看，碗都碎了。哈哈哈，真惨，那你现在是不是都学聪明了？当然，后来我就学会了一个小技巧，在箱子里放毛巾或者衣服，把容易碎的东西包起来，这样就安全多了。哇，这个办法不错耶，那下次我也试试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是收拾，收拾就是整理，把乱的地方变整齐，比如收拾房间、收拾行李。对，我最近天天在收拾，感觉永远收不完。昨天收拾完客厅，今天又要收拾厨房。这就是搬家的日常。
其实收拾也可以有别的意思，比如妈妈生气的时候说，你等着，我收拾你。哈哈哈，这个我听过，小时候我不听话，妈妈就这么说，不过这里的收拾意思不一样，是教训的意思。对，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词，很有趣，不同的场合意思不一样。对的，那我再分享一个词，行李。行李就是你要带走的东西，比如你去旅行、去上学或者搬家。对，比如我的行李很多，行李太重了，搬不动。这个词在生活里也常用，比如在机场，你会听到托运行李。对呀，不过搬家比旅行更可怕，因为行李太多了。那你打包的时候有没有丢东西？还真有，我昨天怎么都找不到我的牙刷杯，后来才发现我把它放进了鞋盒子里。哈哈，这就是搬家的魔法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奇怪的东西。对，感觉搬家也是一次寻宝。对，寻宝就是找宝贝的意思，像游戏一样。有时候在收拾东西的时候，能找到以前忘记的小礼物、小照片，也挺开心的。对，我昨天就找到了朋友送的信，好怀念。所以搬家虽然累，但也让我们重新看看自己的生活。有的东西该留，有的可以扔掉。对，说到扔掉，这个词也可以教大家，扔掉就是不要了，把东西丢走。比如这个箱子坏了，扔掉吧。这件衣服太旧了，我要扔掉。搬家也是一个断舍离的过程。断舍离这个词有点难。对，断舍离就是不要留太多不需要的东西。比如你收拾房间的时候，看到不穿的衣服，就断舍离，把它送人或者扔掉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其实就是让生活更简单。没错，那我们刚刚说了很多搬家前的准备，接下来我们聊聊搬家当天吧，最热闹、最累的那一天。好呀，我光是想想那天的情景，就觉得腰疼。那天真的太累了，我早上6点就起床，一直忙到晚上10点。哇，这么辛苦！那你是几点开始搬的？早上8点搬家公司就来了，他们开了一辆大卡车，车上有2个师傅，特别能干。卡车就是那种很大的车，可以装很多东西，用来运货或者搬家的时候运家具，比如搬家卡车、货运卡车。对，他们一来，我家楼下就全是箱子、桌子、椅子，看着我都头晕。哈哈，搬家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一地的箱子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是啊，他们把箱子一个个搬到卡车上，我在楼上收尾，结果来回跑了10几趟，累坏了。累坏了就是非常非常累。比如我今天工作了一整天，累坏了，搬家太辛苦了，我累坏了。对，我那天真的就是这样，尤其是我家在6楼，虽然有电梯，但太小了，大的家具根本放不进去。那你们是怎么搬的？师傅们太厉害了，他们直接从楼梯搬下去，一个人抬桌子，一个人抬椅子，汗都湿透了。太不容易了。楼梯就是人走上去下来的台阶，比如上楼梯、下楼梯。像麦麦这种6楼的房子，如果没有电梯，只能走楼梯，那真的太辛苦了。对呀，那个时候我就心里想，下次我一定要找1楼的房子。哈哈，很多人搬完家都这么说。不过我觉得搬家的那天虽然累，但也挺有意思的。你会看到平时没注意的小事。对，比如我那天第一次和邻居打招呼，我在搬东西，他们路过都跟我说，你搬家啊，加油啊。呵呵，这样挺温暖的。邻居就是和你住在同一栋楼或者同一个小区的人。对，我的新邻居也特别热情，看到我忙得不行，还给我递水喝。哇，这样的邻居太好了。其实中国人搬家的时候，很多邻居都会打招呼，说几句吉利的话，比如搬新家啦，恭喜恭喜。对，我也听到了。我那天一边抬箱子，一边听到别人说恭喜乔迁，我还愣了一下，心想什么是乔迁？乔迁这个词稍微正式一点，意思就是搬到新家。比如别人搬家时，我们可以说恭喜乔迁新居，意思就是
恭喜你搬新家啦。哦，原来这样，我第一次听，觉得好有文化的感觉。对，虽然平时我们不太会说乔迁，但你听到别人这么说就知道是在祝福。那天搬完，我整个人都快趴下了，我坐在地上，手上全是灰，衣服上都是汗。哈哈，这个画面我都能想象出来。那你休息了吗？我本来想休息，但看到那么多箱子，忍不住又开始拆箱。天呐，你太拼了吧！拆箱就是把箱子打开，把东西拿出来。对，我那天一直拆到晚上10点，一边拆一边想，怎么东西还是这么多？哈哈，这就是搬家的奇怪魔法，箱子永远拆不完。对，不过我发现有一个词特别适合搬家那天，乱。房间太乱了，到处都是东西。对，乱就是不整齐的意思。比如我的桌子很乱，他家总是乱糟糟的。对，我那天就感觉整个人都在乱中生活，但又有点好笑，因为每一个箱子都像惊喜一样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哈哈，那你拆到最后一个箱子的时候，有什么感觉？一种终于结束了的幸福感。不过我发现，我把厨房的刀子和牙刷放在一个箱子里。啊，那太危险了吧？对呀，所以我现在都告诉朋友，搬家的时候一定要写标签。好建议，标签就是贴在箱子外面的小纸条，上面写着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，比如衣服、书、厨房用具，这样搬的时候就不会乱。对，这样到了新家，打开箱子就知道哪个是哪个，不用一个个找。我觉得你这次搬家经验太丰富了，下次都可以开课教别人搬家了。哈哈哈，我宁愿不要再搬家了。也是，那你搬完家有没有休息一下？有啊，我坐在新家的地板上，看着一堆箱子，点了一杯奶茶，觉得好幸福。哇，这种感觉我懂，虽然累，但有种新生活开始了的感觉。对，虽然腰酸背痛，但心情很好。好啦，麦麦，经过那么辛苦的一天，你终于搬进新家了吧？对，终于搬完了。那天晚上虽然很累，但是当我坐在新家的地板上，看着自己的箱子、家具，还有窗外的灯，突然觉得，哇，这就是新的生活开始了。那种感觉真的很好。其实很多人搬家就是想换一个新的环境，新的开始。对，虽然还没收拾完，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布置新家了。布置就是把房间、家或者地方整理，装饰的好看一点。比如布置房间、布置教室。对，我昨天就开始布置了。我先把桌子放到窗边，这样可以有阳光，然后在客厅放了一张小沙发。客厅这个词大家也可以学一下。客厅就是家里可以让客人坐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平常看电视、聊天的地方。对，我最喜欢客厅了。虽然我的客厅不大，但我准备买一盏暖黄色的灯，让整个房间看起来更温暖。哇，听起来很有生活感。那你的卧室布置了吗？布置了一点。卧室就是我们睡觉的房间，我在卧室放了一张床、一张小桌子，还有一个书架。不错，那你在阳台放了什么？阳台吗？我现在放了几盆小植物，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在阳台上晒太阳，喝牛奶，看看外面的树，超级舒服。太棒了！阳台就是房间外面的小空间，有阳光，有空气，可以晾衣服、晒太阳。我觉得阳台真的让生活变得更放松。其实我还想买一张小桌子，放在阳台上，这样我就可以在那里写作业。那你以后可以一边写作业一边晒太阳，多舒服啊！对，不过我现在最烦的是还要整理箱子。那就是整理的时候啦。整理这个词和收拾有点像，意思都是让东西变整齐，比如整理衣柜、整理书桌。不过整理有时候更正式一点。我现在每天都在整理，整理衣服，整理书，整理厨房，我都快成整理专家了。那你厨房怎么样？是不是有点乱？对，太乱了，锅碗瓢盆一堆。我一边打扫一边想，我到底为什么要搬家？打扫就是清理，让房间干净。
比如打扫房间、打扫卫生，搬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扫。对，我打扫了整整2个小时，才敢坐下来。哈哈，那你打扫完是不是感觉空气都变香了？真的，我还打开了窗户，让风吹进来，顺便换上了新的窗帘。窗帘就是挂在窗户上的布，可以遮阳，保护隐私。对，我买的是粉色的，超可爱。很适合你。那你还买了别的东西吗？买了，我还买了地毯、小夜灯，还有香薰，不过钱包也空了。哈哈，这就是搬家后的日常，家越来越漂亮，钱越来越少。哈哈哈，太真实了。不过我觉得花的值。当我晚上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新家的灯，觉得特别安心。对啊，那种家的感觉，其实不是房子多大，而是有没有让你觉得舒服。是的，以前我住在宿舍，空间小，比较吵。现在搬出来，虽然房子小，但属于我自己，可以做饭、看剧、布置房间，好像生活变得更可爱了。我特别喜欢你说的那句，生活变得更可爱，这也是搬家的意义吧？不仅换了地方，也换了一种生活方式。对，我觉得搬家就像是给生活按下刷新键。说得太好了，刷新就是重新开始，或者变成新的样子。比如，我想刷新一下生活，意思就是想改变，想进步。对，虽然有点累，但真的很值得。我现在每天起床，看着阳光进来，感觉新的一天很美好。那你有没有请朋友来新家玩？还没，不过我打算周末请朋友来吃饭，一起庆祝搬新家。哇，那你要准备一桌好菜呀！哈哈哈，对，到时候我再请你来。好啊，我一定来。那我们要不要教大家一个词？乔迁宴。好主意。乔迁宴就是别人搬家后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庆祝，有点像搬家派对。比如我们明天去小王家参加乔迁宴。对，我也想办一个小小的乔迁宴。哈哈，到时候记得多准备点吃的。没问题，我还要准备甜点呢。好啦，麦麦，我们今天聊了搬家，从搬家前的准备到搬家的当天，再到搬进新家的布置，我觉得大家一定学到很多新词吧？对呀，我自己都回想了一下，今天我们聊了好多生词。其实搬家也很有趣，每个箱子都像一个小惊喜，你会发现以前忘记的东西，或者小小的回忆。而且搬家不仅是换个地方住，也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。新的家、新的环境、新的布置都会让人心情变好。对，我现在每天起床看到阳光照进房间，觉得生活变得很温暖，很舒服。好了，今天的 Pony 聊天时间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陪我们聊搬家，也希望大家学到一些实用的中文词汇。没错，搬家虽然累，但也很有意思。希望大家下次有机会也可以体验一下。下期我们会聊新的主题，继续用轻松的方式教大家中文哦。谢谢大家收听 Pony 聊天时间，下次见。拜拜。